发现2个礼拜之前讲一讲，效果比较好哈。上个礼拜那个 Nick 的导读跟今天的子龙的导读进步很多哈，让大家了解怎么导读，所以有要求才会有进步啊。那第4章刚刚那个子龙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，从大纲、outline、背景、故事，然后道路真理生命都有提到。那我稍微讲一下几个点，就让各位跟大家再分析里面的启示是在哪里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唱那首诗歌啊，就是7月天啊，平安的7月天是很好听的啊。其实我第2首学的台语歌，第1首就是耶和华祝福满满，对不对？就是台湾的这个叫做台湾教会的圣诗啊。耶和华祝福满满，这是第1首的台语的歌。那第2首就是平安的7月天啊。其实大家有唱歌啊，我常说，我那天在礼拜1在丰益小组跟大家讲，我说每个人来到这边呢，都不是观众，我们都是一起在看这个约会，所以大家都需要扶持。只不过唱的人在上面唱，你在下面还是在唱，要扶持啊。那最不好的就是安静啊，这个是最不好的。你想，如果神真的在这边，我们在唱歌的时候，你知道神在这边听我们唱歌，你一定会很认真的唱，对不对？这需要看见，这需要明白。那你说唱得不好也没有关系，这个不是比赛唱得好不好，是比赛你有没有用心在认识神。啊，所以里面的歌词其实我很多都不知道，但是我都会唱，什么歌我都会很大声的唱。然后主持人说大家一起祷告，我也会开口用心的祷告，因为这是扶持聚会。你扶持弟兄，你就扶持了神，你就扶持了自己。所以这个在过聚会的时候，大家要很了解，你必须要整个过程里面参与，而且你越参与，你会越开心，就像打篮球一样。你在上面看打篮球意义不大的，你下去打一打，一起打，你就会好。所以要下场打篮球，叫那个面子放下。你知道我刚刚来台湾读书的时候，我们班上一共从香港来的、澳门来的、马来西亚来的、美国来的、日本来的、欧洲来的，大概所有的所谓侨生加起来，大概有30多个人，本地生大概有60-70个人。你的所有的侨生呢，就都黏在一起。我一来到这边呢，我都跟本地生在一起，所以那个侨生呢就最排斥我，就是廖培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很了解，我进到那个地方，我要在这边立足，我必须要认识本地的人，我才能学本地的语言。所以当我慢慢去医院实习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我的优点在哪里。因为他们跟台湾侨生在一起讲的是红魔啊，都是在讲广东话，对不对？我都在讲台语跟国语。所以我到4年级，我到医院去的时候，那些所谓的侨生根本就不会讲，连国语都不太会讲。那你不要说讲台湾话，所以他们吃亏到不得了。所以最后选科的时候，你知道他悲惨到什么程度呢？他们只能选什么科呢？选麻醉科，病人不用跟他讲话；选 X 光科，只有看片子就好了；选病理科，看死人跟看片子。没有人敢选这4大科。为什么？他们不会讲台语，他们后悔才开始学也没用，再娶个台湾女生也没有用，来不及。所以我从民国65年9月9号踏到台湾这个国土，我就学国语学台语。所以很多东西就是这样。我们今天当我们受洗那一天开始，我们踏进这个神的国度，我们就要学习神的律例典章。阿们吗？所以你千万不要学我那些从外国来到这边还保持原来的风格的人，这是最愚蠢的事情。你既然信耶稣，你就应该像个基督徒，进入了神的国度里面，一起敬拜，一起侍奉，你才会得着。否则的话，你将来会有一天真的会爱哭切齿。我不骗，那个时候爱哭切齿是没有补考啊，有爱哭切齿补考还可以走后门送红包，那这还有路啊，对不对？没路走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看见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一直鼓励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一直讲？因为这个太重要了，太重要了。你现在不以为然，你现在觉得没有这么重要，但是你将来有一天，你在勇士里面爱哭切齿，就要记得，不是短暂的爱哭切齿。我们考试不及格，今年不及格，明年重考1年而已，对不对？我结婚失败，我再找一个可能更好的也没有关系。
不会在勇士里面爱过切齿。所以在勇士里面爱过切齿，你在金翅里面，你就真的了解这个神是一位怎么样子的神。我用自己进到台湾，进到跟本地生在一起，学习国语，学习台语，所以我的朋友里面，大部分99.9%都是台湾人。我很少跟香港人在一起，我也很少跟侨生在一起，所以他们一直会排斥我。其实我没有，我香港朋友够多了，对不对？我在香港住10年，我很多香港的朋友。但是我在台湾，所以我连娶太太都娶一个最绿的女生，对不对？够绿的了，真的是够绿的。我弟弟就比较笨啦，叶志高，对不对？那不是说他太太不好了，对不对？他就娶一个香港侨生，那形成2个孤单老人，没人。我现在后台一大堆啊，对不对？我太太那边的舅舅啦，这个哥哥啦，这个家里人呐，对不对？我没饭吃，跑到那边大概没问题。有事情我找他们，对不对？他们不是做立法委员，就做市议员，对不对？我可以找他们帮忙。所以做人要聪明一点，好不好？尤其做基督徒要聪明一点，好不好？哦，不要乱去拜，对不对？不要乱胡思乱想。这个神最厉害的，对不对？我用实际的经验告诉你们，你不做就会后悔。所以进到圣经的，进到教会里面，你就跟教会在一起，你就认识神，好好服侍神，跟弟兄姊妹在一起。当敬拜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开口祷告，我们就大声的开口祷告。我们一定有需要，阿门吗？当领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拍手，你就一起拍手。如果他没有要求，你想做什么都可以，但是当他一要求的时候，就是来自神的命令，我们就顺服。他要举手你就举手，他要拍手你就拍手，这是肢体的互动。所以民数记其实也是讲到这件事情。摩西在最后生命的10天里面，他一直讲，告诉大家神的律例典章的厉害跟重要。也告诉他们说，你们曾经失败过，这些失败的人，很多人都灭亡在旷野的里面，所以你引以为戒。他也告诉他们说，你们所有的偶像都不要拜。你知道以色列人啊，从他们进迦南到被巴比伦、亚述灭掉以后，住在巴比伦跟亚述的以色列国从来不敢拜偶像。以色列国从来不敢拜偶像，所以现在很多以色列人不认识神。他们可能不要耶稣基督，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面，或者是你看四福音书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，或者看新约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以色列人从来不敢提到偶像的事情？有没有发现？从来不敢，因为他们在迦南地，神管教了，他们害怕。到现在，所有以色列国的人，不管赚到钱的、没有钱的，他们也不敢拜偶像。所以这个教训让他们学习了几千年，但是他们现在还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们还在等待弥赛亚，所以他们一直在苦难里面。虽然神在外面有祝福他们，不管是知识、财富，但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在人的看来是一般失败的民族，因为他们不要耶稣基督。今天他们跟我们一样，我们虽然是基督徒。我们是属神的，我们是真以色列人。但是你信主以后，如果你不好好的爱主，不好好的认识神，你就是一般最可怜的人。为什么可怜？地上的人他没有神，他什么都敢做。你有神，你很多事情不太敢做，对不对？很多话你不太敢讲，对不对？你跟他乱讲话，你讲出那个世上的人，对不对？他什么都敢讲。你可能讲8成，但是有2成你不敢讲。你怕得罪神，所以你有这方面的比较，你一定输他，所以他觉得你很可怜。我上次不是讲吗？有个基督徒早上起来晨更，对不对？被窝跟镜前就2个征战，很冷哇！想到神说爱我，要祷告，教会说要起来祷告啊，5点就起来祷告，祷告5分钟，哇，被窝太好了，又躺进去睡一下，睡一下又睡也睡不着，为什么？又起来祷告，哇，又起来祷告，你看两面不到岸。半吊的基督徒是最痛苦的基督徒，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真理，让我们知道《申命记》第4章，摩西说：“你们以前的故事知道。”他也告诉他们说：“你们应该要注意，不要拜偶像。神知道世界的越来越的多人拜偶像，
你为神创造的人。我们今天拜的关公是不是人啊？是的。我们拜的妈祖是不是人啊？是的。我们拜很多的动物植物，都很多人在拜啊，对不对？太阳身上的、天上的星星、太阳都有人在拜啊。神在6000年前就知道这个事情，就提醒我们。所以今天只有讲好，生命记不是跟以色列人讲，是跟全世界的人讲，跟世人讲的故事。你的世人都要非常提醒。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想做一个偶像来拜，你能叫那个偶像变成自己的什么奴隶，对不对？我要什么就跟他讲。如果那个神你要什么，他跟他讲，那你才是他的神。但是有人就在那个困境里面就没办法救了。所以第4章里面讲到《申命记》，第4章里面讲到后面讲一些逃城，为什么呢？其实神也给以色列人知道，我虽然严厉，但是仍然有恩典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很多人不读旧约，他都以为说现在的神比较有恩典，那你错了。现在的神，希伯来书一样讲，神是烈火，神很严厉，但是神的严厉是在恩典走在前面，他先给你恩典，他才会要求你。他不是说没有给你先要求你，他是先给你，再要求你，连他的要求也是恩典，阿们吗？因为他希望你更好，因为他知道你可以得到更好，所以他才要求。就好像一个教练，他要求一个选手，他知道你达得到，你应该会更好，他才要求。如果他知道你不行，他不会要求。有些人神是没要求对他，对不对？就是得救。但神对我们每个人原则上都有要求，但是人不愿意。所以在旧约的里面，所有的律例典章好不好守啊？不好守。10诫、律法书，对不对？这加起来一共613条。我们现在在恩典的时代，所以很多人说，弟兄，神为什么给我们方法，什么不能做，什么不能做，讲出来就好了。我说你也不是糖尿病病人，对不对？糖尿病病人在跟你讲什么不能吃，什么不能吃嘛，对不对？你是正常人。他以为说给我们一条一条比较好守，是这样子吗？神曾经用过这个方法，在旧约神就用这个方法，给你一条一条的律例，有没有守住啊？没有人守住。连保罗这个人呢，他说啊，这个我是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，我是天生就是罗马人，这么骄傲的人，但是他到最后见主之前，他知道自己是罪人中的什么？罪魁。为什么是罪魁啊？因为他知道律法你10条，你守住9条都没有用。保罗就守住了9条。你知道10条律法是什么律法吗？我们第一条是什么？不晓得，马上翻出埃及记20章。不能除我以外，不能有别的神。所以你这个是什么？是做这个形象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这个保罗守住了，他没有拜别的神。第二个呢？不能妄称耶和华什么的名。这个你也做得到的，你嘴巴不要讲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们一读到耶和华的时候，他们会什么？一直点头，读到神点头，对不对？人家不能妄称他的名字。第三个是什么？不能为我雕刻任何的什么偶像。那你不要雕刻就没事了嘛。保罗也做到了。第4个，当守什么安息日，他也做到了。第5个就是从人了，前面是对神，后面6个是对人，对吧？孝顺父母，你做到了。第6个是什么？啊？不可杀人。第7个呢？第8个呢？不可偷盗。第9个呢？不可做假见证。第10个呢？不可他人的房屋。保罗守住了前面9条，因为前面的9条只要不要做，你都做得到的事情。但第10条是什么？不打伤人的房屋。大声点读。我教你们怎么看十字架的定义，很少人讲这样子的真理给你们听。前面9条只要你不要做，你就可以做得到。第10条什么？读一次来听听来。不可割地人的房屋，也不可断裂
妻子、仆婢、流民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前面9条都是有行为的，你的第10条是没有行为的，是什么？是内心的，没有一个人做得到，阿们吗？说保罗知道，他就是最圣洁、最认识神、最守律法，他前9条都收到了，但是第10条什么？守不住，因为第10条是个思想，贪婪是个思想，阿们吗？强奸是个行动，阿们吗？杀人是个行动，阿们吗？丢客是个行动，阿们吗？妄称耶和华是个预言，要有发生的，对不对？你在心里面骂人，没有人知道，不能定你罪的。但是第10条是什么？念头，是念头，没有人守得住。所以保罗说，10条守不住1条，就是全部守不住。是罗马书里面讲的，律法要全守住，这守不住1条，就犯了重条。所以保罗认识，你们以前平时家里有没有守祷告？很多人说，我都没有杀人放火，第10条没有人守得住。谁守得住第10条？除非他是植物人啊，植物人，他植物人之前也守不住啊，对不对？他变成植物人，就是没有人守得住，只有耶稣基督守得住。所以耶稣基督讲1条就是第10条的。你看见一个女生，你思想上对她有不是非的想法，你就犯了奸淫的罪，是不是有这条啊？这就第10条。你看到人家的钱，你有思想上的需要，你在心里面厌恨你的弟兄，就等于什么？杀人，这是第10条。所以你不读旧约，你怎么可能明白新约讲什么呢？而且你会发现说，耶稣讲的东西根本做不到，对不对？那你读旧约，你就了解，律法的目的是要我们什么？知罪，告诉我们什么？做不到。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吃了分别食物的过程上，都以为做得到，靠我自己都做得到，我不需要神。所以神很有智慧，先用律法。你假想，我常常假想，比如说神一开始，人一堕落，神就开始全部用耶稣基督就来到地上钉十字架，可不可以啊？可以，一开始就恩典，对不对？从这个该隐出生就有恩典。那我发现人会有讲什么话，人一定不高兴。神，你太看不起我们了，我们吃了分别所有的果子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有恩典呢？你试试看，你要求我看看。我们有没有对小孩子常常这样子啊？你很爱他，很爱他，儿子，你知道吗？我都替你做好了，你只要相信就好了。他会怎么讲？爸，你不要做嘛，我自己会做啊。有没有听过这种事情啊？啊，有啊，我们常做这种事情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厉害的老板都先有法条来管理啊？什么叫做棒子与红萝卜啊？我先打你，你才知道给你红萝卜吃才有用啊。我一天到晚喂你吃红萝卜，你最后一定会出卖我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人的个性就觉得说啊，我不需要神，所以神说好，我先看看你行不行，我给你律法，你有没有办法守得住？所以只有律法守住，人是不会死的。因为人今天为什么死啊？因为罪的关系，对不对？罪的毒钩就是死。所以你说你没有罪，你应该不会死的。所以罗马书里面讲的真的好，从亚当到摩西，所有人都什么？都死了，证明人都什么？都有罪，都有罪。哇，这句话听得懂的人真的是太厉害了，这么简单的总结，是不是？对对。所以很多人说我没罪，那你跟他讲，健保费也不用缴了，保险也不用买了，因为你不会死的。你死了证明什么？有罪。死不是因为病的关系啊，病的原因是因为什么？罪的关系啊。所以每个人会死，是证明是啥？每个人都有罪。所以律法让没有人守得住，所以耶稣基督才来到地上，因为他亲自来守住律法。所以神的律法颁布，人做不到，但是严格来讲，有一个人做到，这个人是谁啊？耶稣。所以有人做到以后，才能完成这个事情，叫成全律法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我一件工程放在那边 ，A 做不到 ，B 做不到，我永远这件工程就放在那边呢。
我必须要让个人什么做好这个工程，才叫什么完工，才能交差。所以耶稣基督做完了工作以后，我们才知道，做律法的总纲就是什么？基督，知道吗，弟兄？做传道人嘛，对不对？这个要知道。律法的总纲是什么？是基督。因为所有让我们明白这些律法，神要我们最后了解基督的意思是什么。你知道神太伟大，你闭上眼睛想想看，神这么伟大，他要怎么告诉我们他是一位怎么样子神？你说难不难啊？难。就像一条狗一样，你家里一条狗，你要告诉他你有多伟大，难不难啊？难啊！你要怎么告诉他？你要一步一步告诉他。对。你也不能写本传记给他看，对不对？很难啊，真的很难啊，是不是？那狗跟我们人，大家都是被造的，还同等级呀、它也被造啊，对不对？同等级啊。但是神跟我们人是不同等级啊，阿们吗？所以我们被造的人想去明白创造的神难不难啊？难。所以神真的用心良苦的，一点告诉我们，从创造亚当，分别三棵树，你的人堕落以后，神怎么样的审判，洪水审判，你的怎么用恩典，怎么拣选一个人叫亚伯拉罕，将这个人变成一个大的族，叫做以色列国。从以色列国里面，神拣选全世界，神就希望从一个点慢慢让人明白他，用心良苦。这是我们医学院做实验的原则，我们一定会先用个点，这个点可以再扩上来用。神做事情一样，你们以前读圣经有没有读到这样子的细节的里面？你越了解这个，你会感觉这神太伟大了。但是你不了解呢，你会觉得说神为什么这样子？为什么这样子？常常为什么的，你根本从头到尾不了解神。神真的用心良苦的待我们，阿们吗？阿们。用心良苦，我们太愚昧了，我们太忘恩负义了。所以律法的总纲是基督。神做一切的事情不是为了我们，所以我跟你们讲，我们不是主角，谁是主角？神的儿子才是主角。所以我们不在基督里，我们就在什么？在十字架上面。就是你不在方舟里面，你就什么？在海里面。你不在逾越节的宝血、羊血那个羔羊的血洁净的地方，你就什么？在十字架被击杀。所以你不是在基督里，你就是在亚当里，没有中间的限制。所以罗马书有回去好好看，对不对？你现在一直说到，现在不管说啊，我要不要信耶稣？那你不信耶稣，你在哪里啊？就亚当，亚当你都要被什么？被定罪，就是不在方舟里，你要在哪里啊？海里，在海里。你说我选一个不是海也不是方舟的这个地方吗？没有。所以不信基督徒的人，不信神的人，你都在被审判，在亚当里。但是神的目的是基督，但是神用的方法却是十字架。所以十字架是神的方法。所以我们读圣经就是明白神的目的，我们知道一切为了基督。你能知道神做事的原则叫做十字架，所以十字架很重要。所以申命记第4章讲到这么多的律法，讲了这么多的恩典，总括来讲，其实就讲十字架。那今天呢，因为大纲outline子龙讲好了，那我今天呢讲一点启示的东西给你们看。我们放一下跑跑，啊，刚刚我请维军打了。一般人对十字架的认识大概只有十字架。好，我们先放掉这一张片子，不要给大家看。我抽考几个人啊，子龙，你对十字架认识是什么？十字架是救赎。好，救赎，那个天长一样，救赎，好，那个安迪呢？救赎，好 ，Paul 呢？救恩，救赎，对不对？来，生命，好，有个新的东西出来了，啊，救赎，生命，好，那个钟离呢？致死老我，致死老我，这个老我要解释一下，对，致死老我有一点点的这个字不要讲得太玄，要解释一下老我是什么了，那就比较困难了，对不对？哦，那致死这个致死可以，哦，就是致死老我是一个要致死自己可以，这个是这样3个了，已经有3个了，还有没有人可以讲一下的？你对十字架认识是什么？来，对吧？
哦，得胜，哦，第4个了，还有呢？复活。哦，复活，对对，复活的十字架就是救赎，啊，救赎就是复活嘛，啊，还有没有？哦，荣耀的十字架，啊，荣耀就是得胜，哦，就包括在里面，啊，还有没有？神的爱就是这个生命，或者是这个那个救赎回。所以你看啊，其实我们对十字架的认识其实很少，对不对？你们现很少，就好像我对这个圣爽的认识很少，关机开机，接 email 接了不起，其实里面很多东西我不会的。所以你们给我什么 Facebook 这些东西啊，我真的没有看到的，你不要怪我，对不对？我寄你这么久的信，怎么都不回我，我根本没有看到那个信，对不对？就是我对这个东西的认识是非常非常什么有限。那我们今天也是，我们对十字架认识，因为很重要，神的律法的总纲是基督，因为从律法到基督有一个道路，有个方法，因为我们都不是基督，我们要从世上律法要走到基督的里面，我们一条路。这条路叫做十字架。在旧约里面，从世界走到基督、走到神的地方，需要一条路，这条路叫做律法，懂我意思吗？你守住律法就能够完全。在新约里面，神告诉我们说，律法没有人守得住，所以神现在给你恩典。神知不知道我们守不住啊？知道，但是人不知道。我常说人不知道，所以神现在给你做做看，做不到了，叶志伟，你做到了？做不到，我只有跟神投降了，什么做不到？我需要恩典，多少人不要恩典？阿们吗？多少要靠自己啊？我们知道做不到，我需要恩典。所以真正的十字架一共有9个面。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？我们如果懂得十字架只有一招，那就是什么事情你都用这一招。对，煮蛋糕也是用盐，炒饭也是用盐，那个煮菜也是用盐，因为只有一招叫做盐。那你东西做出来不会好吃。十字架一共有9个面，神有9个方法，所以我常常觉得独孤9剑呢，就是十字架反败为胜的最高。但我们看一看这十字架到底有哪9个面，让我们的生活上怎么用得上的。第一个赎回的十字架，大家都知道，耶稣基督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面赎回我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多人不了解这个赎价是给谁的啊？耶稣基督是献祭的羔羊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读过利未记嘛，我跟你们分析，献祭的最后那个祭物是献给谁的？献给神的。如果你们不读旧约，我跟你讲，很多人都以为是这个祭物给什么？给撒旦的。为什么呢？你的儿子被绑架了，赎款给谁啊？给歹徒嘛，歹徒就撒旦嘛。我们就用这种概念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是这样子想的，这很可怕的。所以不读旧约是很可怕的事情。我们读旧约，我就跟你讲，祭物是献给谁的？献给神的，不是献给仇敌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基督是献给谁的？献给神的。所以千万不要说用绑架的概念啊，对不对？撒旦绑架了我们，神拿撒旦没办法，将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面献给撒旦，那就完蛋了。你们了解我在讲什么吗？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概念。如果没有这个概念，你真的以为说撒旦厉害这个程度是神不能对付的，那你就会依靠撒旦。赎价是给谁的？给神的，赎回来。所以这一个大家都知道，我为宝血结晶呢，我救赎我，这个大概知道，所以排第一，最知道人最多。第二个叫做生命，我知道我得救了以后赎回来，我就得到什么？生命，得到永远的生命，这个大家也会知道。第三个叫做医治，那更多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我们靠十字架可以什么？医治，所以我们可以祷告，耶稣基督为我受了鞭伤，所以我得到医治，所以医治的概念大家也会有。第四个叫做同定，这个概念比较不太容易有。什么叫同定啊？我们的罪跟神同定。认识同定，我跟你讲，这每一招都是反败为胜的绝招。但是要用的点不一样，就我刚才所讲的，如果你是一个厨房的厨艺师，你只会用一招盐巴，那个饭一定不好吃，你一定有很多招。
什么时候用糖，什么时候用盐，什么时候用醋，什么时候用辣椒，这个东西才会好吃，对不对？你做蛋糕就用糖，你做蛋糕用辣椒，那就不好吃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是一样，在十字架，为什么有人在生命上面、生活上面有这么多痛苦呢？因为他对十字架的招数不了解。什么叫做同定的十字架？其实在我们生活上，也是职场上用的最多。当人家侮辱你的时候，当然取笑你的时候，你不会发脾气。为什么？我与基督共定在十字架上。这不是个口号，口号没有用，这需要什么？认识。你已经跟耶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面了，你还有什么感觉？你了解我在讲什么？你就会得胜，你知道吗？我与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面，光不光荣啊？光荣啊！我哪里配跟神的儿子一起钉在十字架上面？是不是？这是光荣的事情。这当然侮辱你，当你在家里发生了问题，当你承受不了的时候，尤其是羞辱来的时候，我已经与耶稣基督共同钉十字架了。所以保罗说一句话：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这是同钉十字架。你知道后面的口号没有用的，你要认识最前面的真理才有价值。阿们吗？阿们。同定，所以遇到任何困难，弟兄姊妹，你思想你与神同定，死的人没有什么感觉。我们就半死不活就感觉，对不对？半死不活就感觉。所以为什么这个犯奸淫的妇人到最后的时候，从老到少的走了，越活得越久，犯罪越多，他越感觉到自己的羞耻，他不认识同定的十字架。所以什么叫同定十字架？将感觉放下。我已经跟谁一起钉十字架？有没有第五个致死的十字架？什么叫致死十字架呢？我们人的欲望。人的欲望，神救我们是全备的福音，全备的福音包括灵、魂、身体。所以当我们受洗那一天开始，灵是最早被救活回来的，因为灵的拯救就是只有神的宝血，阿们吗？但是第二个魂的拯救是需要时间，因为魂是包括了情感、意志跟心思。所以一个人一受洗的时候一起来，他就得到永远的生命，这没问题，灵魂永远不会灭亡。但是他的脾气、思想、行为要需要时间，阿们吗？所以受洗起来跟受洗以后看不出来什么，看出什么不一样。就好像我一样，我在7月30号之前，我是一个没有执照的医师。这个民国72年我毕业那天，我7月1号考医师执照。你到6月30号。就7月1号之前，我也是穿着衣服在那边帮别人看病，因为那个开始实习。但是我的身份，我不能说我是个医生，我只能说我是个实习医师。但是过了7月1号，我去考试，一考过了以后，我虽然还没有拿到证书，我还没有什么东西改变，但是我是一个什么正式有执照的医师，阿们吗？表面上前一天后一天，我两个人有没有分别啊？没有分别，可能只瘦了一点点，因为考试那天晚上很焦虑，对不对？其他没有分别的，我也不会医术就高了一点，不会的。但是那一天跟前一天差多不多啊？有够多。今天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你从受洗那一天起来，跟受洗前一天完全不一样，因为灵魂已经什么得救了，但是我们的魂还没有完全得救。对付魂就是用十字架，我们还是自私，还是贪婪，还是胡思乱想，还是懒惰，我们需要十字架。所以这个叫方法。所以我们一直学，一直学，耶稣基督是我们榜样，我们一直学，一直学。我们在地上的生命，每天不可能没有东西学的，阿们吗？因为魂的得救需要什么？时间。你的魂的得救是十字架的得救里面是最美的。说有一首诗歌叫《美丽的魂》，就讲了耶稣基督。因为神创造我们人的时候，创世纪第2章讲的时候，他吹气，红土做了吹气进去，让一个人成为活的魂。原文就是活的魂。有耶稣基督是有灵的活的人，那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在魂的里面，所以一生里面，很多人说，如果你不懂得这个叫做致死的十字架，你就会发生个危机。什么危机呢？我信主了以后，为什么我的脾气还这么糟糕呢？有人就捶胸啊，对不对？
有人就拒绝去教会啊，信主问题还是一大堆，我脾气还是没有改，我还是发脾气，因为他不晓得什么叫做治死。他以为说一信主以后，哇，所有脾气就改变了，像保罗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也不是说一下子信主以后马上就跟耶稣基督一样，不是。我们需要治死我们的魂，你的灵没问题，永远得救。但是你的魂需要什么？学习，靠着十字架要放下。所以我们的老我，刚中里讲的老我就是魂。会所喜欢讲己，保罗也会讲的舍己，己就是魂身。那我们的身体到死的那天都还没有救赎，你的身体会什么？腐败。我们读过保罗书怎么说啊？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什么腐败，但是我里面的灵什么一天更新一天。所以义人的路就好像夜间走向黎明，越久什么越光亮。你看这个完全配合的，真理是全部要通在一起的，对不对？你水到任何地方不通就不通的。所以为什么身体？你看神其实有救赎我们的身体。但是我们的身体到死那天，你还是会有疾病，阿们吗？所以十字架另外一个功能叫什么？医治。如果那一天完全是一受洗，病就得到，身体就得到医治的，完全没有病的，那需不需要医治十字架？不需要。所以灵魂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。所以我们再需不需要再受洗第二次啊？不用。你现在了解了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完全清楚。所以治死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我有很多东西是我不能跟耶稣一样。如果我们所有的想法跟耶稣一样，我们就不会有痛苦，阿们吗？因为你不会犯罪了。就是我们想的东西跟耶稣不一样，耶稣要你读经，你就不要读经，对不对？耶稣要你聚会，你就喜欢睡觉，就是不一样了。如果耶稣要的东西你都要，你就会变成个得胜的人。所以治死就是治死什么？治死我们的浑身。当我们有脾气来的时候，我要治死。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与基督一起同定。我治死我的身体。第六个，制造。治死神先要拆毁，才能建造。就跟我们开刀一样，所有开刀都是什么？先拆毁，对不对？不要的东西全部切掉，拆毁。拆完以后什么？一直修，一直补，就这样子。对不对？我们所有事情都一样，先拆毁。如果你不拆毁，就没有办法。那拆毁什么？就是拆毁我们的浑身。我们愿意放下自己，我们也放下自己的思想。所以制造的十字架是越来越高，最低的层次就是第一个嘛，认识赎回的十字架。所以很多基督徒就是在第一个层级，你要他认识第二个也可以，第三个到第四个就有困难了。哦，第四个同定就是难出来了。对不对？我可以快快乐乐享受一下，为什么他就没有认识十字架？他的十字架最多是认识到前3名，后面6个他完全没有经历，也不认识，是每一个越来越厉害的。到制作的时候更难了，神要制作我们。所以我们在耶利米书的时候看到，神叫耶利米去看一个制作的陶匠，对不对？那个陶匠在弄那个泥巴，对不对？他拿一团泥巴来放在上面，做一个好漂亮的花瓶。它就变成花瓶。另外一个底章一拿下来，做一个好好的料壶，它就变成料壶。那个泥巴也会说：“哎，我不要做料壶，我要做花瓶，可不可以这样做啊？”不是，主权在谁的身上？是陶匠的身上。做你拿起来做不好还是什么？打破，再重新做，主权在谁身上？在陶匠的身上。所以你先知道。那你说信基督教多无聊啊！这什么都主权都在神身上。那我已经在跟你们讲，你人在地上只能做奴隶，没有第二条路。不是真实做神的仆人，就是做什么？做撒旦的仆人，没有其他的。做神的仆人，他是什么？要你得生命。做撒旦的仆人是什么？要你灭亡。你不能做自己的主人，没这条路。就是刚才方舟里面一样意思，你不在方舟里面，全部都在海里面，没有在自己的地方，你没有地盘。所以制作什么？前面一切的同定治死，主要神要制作我们像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不能从第一个直接跳到第6个，可不可以啊？不行。很多人喜欢这样子，你有步骤。你不能从幼稚园一跳到研究所，不行。哦，不行，你就一定要一步一步。
一步一步来。你呢，到了第7个叫做得胜，刚才有人读到得胜。你要做到上面的6个，你才能什么得胜？我们常常的希望做到第1个，神救我以后我就马上得胜，那你还差得远，因为你不了解中间的2、3、4、5、6，这都有步骤。我看很少人跟你们讲十字架讲得这么清楚，说方法。因为下面的8跟9，那是对特别有认识神的人来做的事情。其实神对每个人都有这个要求。其实到得胜的十字架，应该已经好像是完全的，但神还告诉我们一点：你要实行的十字架。你十字架不是个理论，要生活上什么活得出来，才是真正的得胜。要活得出来。所以圣经里面所讲的每一个真理，如果我们活不出来，那个叫做迷信，那就不叫做真理。所以每一个的应该活得出来。所以第8个的实行，那比得胜还要什么？还要高。连神不要我做的事情，我都愿意去做。你要我陪你走1里路，我可以陪你走2里路，就是实行的十字架，它不是个口号。最后一个叫做拆毁的十字架，这个是很少人了解。今天我们为什么这么痛苦呢？因为神一直在拆毁我们，因为很多东西是神不喜欢的，阿们吗？我们有很多东西是神不喜欢的，所以当神拆毁我们的时候，难不难受啊？难受。但是拆毁才会变成完全，对不对？我刚才讲过，所有开刀，你有的病人说啊，我不要切这个好不好？不要切这个，那开刀来干什么呢？开刀的目的就是为了切那个才能补那个嘛，对不对？你长的东西就要切掉嘛，你不切开刀进去干什么呢？可不可以切少一点？有没有人讲啊？有个人有癌症，医生说，哎，你就切少一点，你都跟医生讲，拜托全部给我切干净一点，你会这样讲吗？所以真正认识到拆毁是什么意思，就是神最大的祝福，让你像耶稣。那这个实行跟第9个，这是最高的2个点。如果我们一般我们能够做到第7个，被制作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那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。那我相信下面2个就5000两个人，对不对？像我们常说像李托生弟兄，他第7个已经得胜，他为什么可以逃？他不逃，他为什么在大陆被关20年？因为他觉得真理可以行出来，不是口头讲。我要为我的弟兄接受这个难处，我要为我的主为我定十字架，我也为他定十字架。这李弟兄讲得到，所以他可以走的，他是不回去大陆的，他不是不小心被抓了，他不是，他自己愿意被抓的，这个叫实行。他已经超过神对他的要求。你呢？他在实习里面，他圣经已经这么说了。他在监狱里面，说很多人就会讲说，李弟兄如果早点能够出来，他对世界上的影响会更大。关在牢里面，他每天对的东西都是那几件事情。所以很多人觉得神没有智慧，神为什么不叫你哥说你说放出来，他到处全世界去宣教呢？他不晓得，他放在监狱里面，才能够做到完全的十字架。所以李弟兄在监狱里面20年，他每一步路神都拆毁，你也重建。所以你用最后死的时候，他为我死，我为他死，就拆毁，就完全了。那这些人就有一句话讲说，就是世界上不配有的人，就像云彩一样围着我们。这是希伯来书里面讲的，这世界上很多人像云彩一样围着我们，像希伯来书里看到，所以很多云彩一样，像亚伯啦、以诺啦、罗亚啦这些人，亚伯拉罕啦这些人都得到神的冠冕。就像云彩一样围着我们，做我们的榜样。这些人就做到实行跟拆毁。就现在我们不是守律法，我们是跟着十字架做得胜的生活，进到基督里面。阿们吗？所以这一章第4章为什么跟这个有关系呢？旧约是靠律法称义，我们新约是靠恩典。但恩典是个口号，需要有个过程。这个过程的方法叫什么？十字架。所以你不了解这个十字架，就好像我现在到美国去，有个过程，过程里面的工具是叫飞机。如果你没有那个飞机，我在台湾一起去美国喊口号，喊那口号还是不是在美国？你必须要有一个什么工具？
所以我们要过得胜，我们要救赎，要医治、同定、制作、得胜、实行，才会有一个武器叫什么？十字架。所以这叫十字架9方面的认识。那你这个认识以后，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。我们就低头做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从《申命记》第4章里面，你透过摩西一直的提醒以色列人，要他们敬畏神，要他们不要雕塑任何的偶像。神给他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！今天我们在心愿指明里面，你一样给我们方法，透过十字架，我们更多认识；透过十字架，我们得到更多的祝福；透过十字架，我们可以得胜。我们谢谢我们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所以很多人一想到十字架，就想到苦难，想到难处，想到代价。他讲对了一部分，因为难处、代价是在哪一个地方啊？在第9段的地方，那就非常高的生命。那我们还早呢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能够认识生命就很了不起，我们能够得到医治就很了不起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如果考试的话才30分，对不对？我们一直到得胜的路程，我们还远得很。那讲苦难的话，像约伯这种十字架就是拆毁的十字架，那就是世界不配合。所以不要对十字架有错误的观念，它是一步一步的要求，让我们明白，其实对我们的生活是一种解放，也是一种释放。谢谢大家。